去！家里垃圾桶通古今后，我投喂了流放边疆的将军。将军，快看！3年后社稷安宁，李昭以天下为篇，邀请我来到他的时代。可我不过与他相处半月，李昭就搂着废地求和送来的公主。原以为你是天上神明，来到凡尘却不过是个普通女人。本将军看你可怜，施舍你一个妾室名分。妍妍，你那边情况怎么样？虫洞有些不稳定，3天之内你必须得回来了。还好没有把老底交代出去，这人就忍不住露出狐狸尾巴。在来到异世之后，我就以不能回家为由，中断了对李昭物资扶持。其实我已经把通古今的垃圾桶上交给了国家，如今是一名被收编的科研工作者。因为垃圾桶形成的虫洞只能由我穿越，国家才派我来此地进行科研考察。顾队，我这边事情有些不顺利，还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好，组织会随时监测你的动态，你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梁姑娘，或者说我应该叫你穿越女才是。我们大江国的历史上倒是记载过你们这种奇特之人，自称是穿越女。你们总是愿意倒贴，想着巴结氏族子弟，一旦得了权势就一朝升天，但也不仔细想想，你们这种没规矩的野人，怎么配与我这种从小开始学习礼仪规矩的贵女为伍？更何况我们江国的贵族都是互相联姻，连妾室都是出身尊贵，也就是将军愿意纳你为妾，这可是你的福气。公主倒也不必这么说，梁姑娘曾经可是为我送来了急需物品，为江国贡献巨大，不管是士兵还是百姓，都曾经受到梁姑娘的恩惠。更何况当时你流产的后遗症还是靠着梁姑娘的特效药解决的，你这么说还是过了。将军，你讨厌！当初江公主因为敌军的突袭流产，在炎炎夏季感染休克，是我拿着抗生素救的她，否则江公主早就小命呜呼了。李昭为她求药的时候，我还好奇过江公主怀的是谁的孩子，没想到就在眼前。笑死，这2个封建卫腌出来的老古板，还想用这一套礼仪尊卑的规矩来教训我。老娘就算是不上完大学，仅凭9年制义务教育就能轻松碾压你们这些迂腐分子，还来给老娘上枷锁，我可不吃这一套。况且他肯定爱惨了我，才故意装出一副云淡风轻的姿态，好以此引得我的爱怜。要不然当初他怎么会从大江国数千万的男子中单单选上了我投喂物资？梁岩，我承认你当初在边疆救了我的大军，甚至不惜辛苦地为我购买搬运物资，你的所作所为我都看在眼底。但是就像是江公主所说，我们这里的贵族世家都是以血脉联姻，你出身低微，在失去沟通两界的能力后，已经不可能再配得上我。不过因为你对我有恩，也算得上有几分姿色，我便抬你一个侍妾的名分。若是把我伺候好了，封个妃也是可能。好啊。梁岩，你放心，既然你为了我放弃一切来到这里，我必然会好好待你，少不了你的吃穿用度。那就多谢你了。你怎么答应的这么痛快？完成任务要紧，可不能露馅了。都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现在都来到这里，回不了原本的世界。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你要我怎么办？不愧是低贱的穿越女，就是不知礼义廉耻。本以为你还有些气节，尊敬你3分，没想到居然这么没脸没皮。将军，您说他以往隔着个祭坛，倒是能遮掩几分凡人之色，眼底下被揭露了真面目，倒是比风尘女子还要不堪。也许她并没有那么珍贵。将军，我们江国的女子都注重处子之身，看梁姑娘的年纪，也是到了娶亲嫁人的时候。你也无法证明梁姑娘在另一个世界有没有。够了，今日已经晚了，过段日子再找嬷嬷给梁姑娘验明正身，商讨抬妾封妃之事。这不仅仅是人身伤害，我还要向上级申请精神损失费。李昭不知道，我放弃炸鸡、薯条、可乐、空调屋，来到这个遥远到连姨妈巾、卫生间都没有的古代搞基建，纯属是上级安排的扶贫工作，顺便考察一下风土人情，重点对原子序列进行检测，以此来证明现代世界与古代江国同处于一个时间线，还是另一个平行时空。话说回来，在参与这个世界级的研究项目之前，我还只是个处于离职 gap 期的普通打工人。苍天在上，边疆大旱，少水缺粮已3年有余。罪臣李昭率边疆将士跪求上苍怜悯，求上天赐雨，求上天救命！将军，快看！
将军，这能吃吗？这是何物？是神明，天降神明！神明大人慈悲！什么情况？无名礼诏，多谢神明大人大慈大悲。无名礼诏，多谢神明大人大慈大悲，为我等赐下食物。我是不是 gap 太久出现幻觉了？管他呢，先试试再说。神仙显灵！神明大人真的回应了。我靠！吾等愿意为天神献上珍宝，求神明大人继续降下水和粮食，拯救我边疆大军的性命。我不是神明大人，只是与你在不同世界普通人，你可以理解为普通百姓。李将军，我可以答应你的请求，但需要你给钱财兑换所需的粮食和药品。不，你就是我们的神明大人。我去，这金元宝成色不错，这珍珠，妈呀，这要是真的，我得值多少钱啊！至于珠宝首饰，样样都是精美绝妙，古朴繁复，看起来和那些摆在博物馆中的展览别无二致。这些东西每一样都价值不菲，还是发帖问问神通网大的网友，若是一朝挖到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这些东西该怎么处理？捐给博物馆呗，你可以拿到一面表扬锦旗和奖励金。先拿出一件古董去古玩市场探探风头，长长经验，摸清楚运行逻辑后再交易剩下的。二楼的想法太幼稚了，直接自己开古玩店啊！就说这些都是从偏远地方淘的宝贝，再卖出去合法合理。三楼的想法也不妥当，小心把自己送进去。依我看，还是上交国家吧。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不管是这连通异时空的垃圾桶，还是这些突然冒出来的财物，确实是一笔天降横财。但是横财也可能横施，毕竟这玩意儿能连通2个世界，说不定也有一定的危险性。最稳妥的方法就是留下一些黄金作为备用，把垃圾桶和古代将军供奉的珍宝上交国家。看你们的表情，怎么感觉我是个精神病？警察同志，我说的都是真的，不信你们看。经排查视频是真的。这位同志，请耐心等待，我们立即上报上级有关部门，并尽快为您派遣专业团队协助调查。同志，我遇到这种异常事件，愿意配合国家研究调查，能不能给个编制工作？您请放心，您的情况特殊，组织上会为您做特殊考虑。遇到这种怪事，果然还是上交国家踏实。晚上终于能睡个好觉了。同志，我是相关保密部门的队长顾琛，请问你就是昨天来汇报异常事件的梁岩女士吗？是的，没错没错。梁丫头，就是你主动汇报了垃圾桶连通异时空的事件？是的，教授。快带我去看。啊，小顾啊，快把我带来的仪器都安装上，我要监测附近的时空波动和原子序列。齐教授，我这功劳还算大的话，那编制的事，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小顾，一会儿你记得替我打一份关于梁丫头编制的报告。好的，教授。小梁啊，我虽然是物理学家，但也很爱看流行的狗血爽文。按照这种垃圾桶通古今的设定，你应该会给这位被流放的李将军投喂物资，然后爱上这个古代的英俊小生。您说什么？我是说，经过我的检查，目前这个虫洞只会与你匹配，所以只能借助你的手来与另一个时空进行沟通。或许等到最后，你和虫洞的波动进一步吻合后，能肉身穿进这个异时空之中。这些都算是额外工作，算进我的科研经费，给你加班补贴。这将可能会为一个诺贝尔级别的物理性假设理论进行实验验证。为教授做助手是我的荣幸。为了保护你的安全，特地把小顾派给你做保镖，贴身24小时的那种。为避免时空实验影响到普通人，我已向上面申请，把附近的一整片小区包下来。李兆，你要的粮食明天到，今天先给你20袋大米、10箱药品。记账。第37次交易，黄金1000两，白银5000两，珍珠10颗。这生意比上班赚多了。这不是生意，这是科研任务。
行行行，科研任务，国家支援的物资一定要准时送达。有此神物，何愁边疆不定？将军，粮草充足，兵器精良，连军医都有神药在手，此战必胜。全靠那位神明大人3年来的扶持，边疆已定，社稷将安。3年了，他说过，她不是神明，只是一个普通女子。将军，如今您班师回朝，可要迎娶那位神明大人？他为我付出这么多，我自然要以天下为聘。吾已平定边疆，不日班师回朝。吾愿以天下为聘，娶卿为妻。他认真的？看吧，我说什么来着？按照爽文套路，这就要迎娶了。教授，对妍妍来说，是不是过于危险了？妍妍，放心，这是我和各位物理学泰斗按照近3年的实验数据算出的结果。小梁是一个被选中的特殊存在，即使穿进另一个时空也不会有事。当小梁进入垃圾桶之后的时空后，原子分子会重新组合成另一个时空间你的形态，符合那个世界的特性，既不会对当地人造成伤害，也不会对你造成伤害。所以，我真的要穿过去？这是千载难逢的科研机会，你可以去那个世界进行实地考察，收集第一手数据。交过你了，不管实验进度如何，还是要保证人身安全。虫洞稳定度97.3%，可以穿越。这画面太魔幻了，我要从一个垃圾桶穿到另一个世界。神明大人，终于亲眼见到你了。别叫我神明大人，我说过好多次了，就是个普通人，叫我梁妍就行。那妍儿，你这皇宫还挺气派啊。朕以天下为聘，迎娶妍儿，自然要给你最好的。那个，再说。3年来，妍儿送来的物资救了朕的大军，平定了边疆。如今社稷安稳，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这一切都是妍儿的功劳。小事一桩，不足挂齿。妍儿客气了。对了，李昭，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何事？我没办法继续给你们交换物资了。我来这边之后，和那边的联系就断了，回不去了。无妨，妍儿能来到朕身边，就是最大的恩赐。物资的事，朕自有安排。又隔了半个月，见我真的丧失这项能力后，李昭对我的态度愈发冷淡。直到现在，我看到了熟悉的江国公主躺在他的身边。原本江国公主为2国息兵，前往敌国和亲，是李昭带兵抢了回来。当时他给我说的理由是，公主和亲有辱江国，没想到直接给人抢到了床上。至于这位江姓公主，也算是曾经得过我的恩惠，没想到一下子翻脸不认人。要是我当初不选择上交垃圾桶，而是自己悄咪咪和这些古代人联系，如今真是被坑个底朝天，比落入虎口还惨。好在现在有国家做后盾，而且刚刚顾队给我发来提醒之后，齐教授交给我的一切也即将收集到足够的时空数据，看来距离离开的时间很近了。为迎娶江公主，李昭举办了一场空前盛大的婚礼，婚书恳切，10里红妆，帝王之言，天下为聘。笑死，这句话他应该说过2遍。那位姑娘是谁？怎么坐在那么扎眼的位置，又不像哪家贵女？回夫人，那位是随李昭大军带回来的，听说是异世之人，穿越来的。哦，穿越女啊！原来不过是个异世界的穿越女。看着周身气度，连我家的丫鬟都不如，还想着爬上新皇的龙床，模样生得精巧有什么用？咱们江国的贵女就是端庄大气有气质，哪像是这个穿越女瘦成竹竿一样，看着就小家子气。这副狐媚模样，怪不得勾搭上咱们新皇。新皇选妃的事也快定了吧？我说，这万一穿越女生了龙子，不会被立为皇储吧？江公主可得要抓把接被这种人的孩子夺去了皇位，怪恶心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此女的子女都断不可留。虽然我不与蠢人论短长，但我还是有必要澄清2句。我想大家还是误会了，我虽是大家口中的穿越女，但并不是个轻薄之人。至于我为何来到这个世界，其实与你们的新皇有关。
你说圣老将军是吧？昔日受他救命之恩，今日绝不能袖手旁观。梁姑娘说的没错，是陛下主动邀请梁姑娘来到这个时代。当初我在另一个世界与李昭做了3年交易，用物资辅助他逐鹿天下，没想到新皇却是个言而无信的小人，不仅将我囚困于宫中，甚至觉得我不能继续为他交易物资，直接翻脸不认人。如今我失去后位，落得新皇口中只剩台妾式的穿越女。诸位也都知道一句老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吧。看来我刚才的话，两人应该全部听到了。陛下，这大喜之日，当着群臣的面，您还是要给臣妾留下一些颜面啊。梁言，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是朕有负于你？我告诉你，即使你威胁朕，朕也不会接受你替代江公主做皇后。朕是真龙天子，得天地庇佑，你不过是朕的引路人，还是安分守好本分，别想着贪图朕的江山。真的自大又自信，当初的那些物资真是喂了狗了，养出这么一个白眼狼。不过我马上要走了，还是不宜起争执。你放心，我来到这里不是贪图你的江山，也不是因为爱上了你，只是当初你说以天下为聘，我觉得你这个人值得结交，也想亲眼来看看我投喂出来的江国是何模样。至于你负不负我，对我来说真的没有意义。我现在站在这里，也只是受到你的胁迫。不要太自作多情了。还在嘴硬，怎么可能有人不愿意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呵呵，当初我以天下为聘为诱饵，这个恋爱脑女人不也急匆匆过来了吗？我知道妍妍，你在嫉妒江公主抢了你的大婚，现在越急着和我撇清关系，越是证明了你的口是心非。你放心，皇后之位虽然给了江公主，但你仍然是我最爱的女人。等你入了宫，我会好好疼你，更不会把这颗真心交给其他女人。就算以后有了后宫，其他妃嫔也不配得到我的爱。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看来我刚才的话就是鸡同鸭讲。陛下，吉时已到，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好，我这就过去。看，还是我赢了。有句老话说得好，什么锅配什么盖，一个被窝里就睡不出来2种人。幸好仪器也收集到足够的时空数据，我随时可以和这2只疯狗说拜拜了。神女大人，您受苦了。陛下他只是一朝得势，被权力迷昏了头，但大军记得您的恩惠，那些遭遇天灾疫病的百姓也记得您的恩惠。至于京城中这些官眷，也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迂妇，听风就是雨，您可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圣月是除了圣老将军外，军中唯一的女性武将，一杆红缨枪使得出神入化，曾经单骑追击敌军百里，取了敌将的首级。自从进了皇宫后，还没有去看看外面的民风习俗，现在距离虫洞崩溃还有时间，不如出去看看。我想出去看看外面的民风习俗。既然是神女大人的意思，不管赴汤蹈火，我都能办得到。快走，趁现在没人。京城中遭遇了战乱，百废待兴。虽然街道还有些混乱，但处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你这倒霉孩子，这幅神女大人的画像是我辛苦求来的，你倒是好，非得拿出去给炫耀，这下子被官差烧毁了。不知道如今的陛下很是忌讳神女大人，连名字都不能提。这下好了，连神女大人一点的念想都留不住了。娘亲，我错了，我不该这么做。可是二牛家的妹子就是因为神女大人赐下的特效药治好的，他俩只想给神女道谢，我也不知道官差会突然冲进来啊。神女大人，宫里那些对您的污言秽语都是有人针对设计的，您可以听这些百姓的真心话，他们是真心感激您的。老百姓虽然看起来愚钝，但心底比明镜还要亮堂。你提议为孩子们接种疫苗，减少了天花的传播，只要是知道这件事的人家都在感激您。军队中这么多人亲眼见过您的神迹和面容，也知道事情的真相，只是因为天生忠君的念头一直埋在脑中，这使得将士们很难违抗陛下的命令。大家只好偷偷将您的事迹和神女画像传播出来。齐教授的操心终于没有白费，这场社会学实验终于有了星星点点的结果。希望这些见识过现代物资的百姓，也能知道在未来之后，有一个看得见希望且人人平等的新世界。陛下，
神女，梁姑娘不见了，盛将军带她出的宫。陛下，怎么了？陛下，这大喜之日，当着群臣的面，您还是要给臣妾留下一些颜面呀！立刻封锁城门，全城搜寻，找不到人，你们提头来见。陛下，您不能走，典礼还没结束。贱人，都是你这个贱人！不是说神女会因为我宠幸你吃醋，然后会更爱我吗？现在好了，神女直接消失不见。要是找不到神女，我就让你去地狱给她陪葬。陛下，不是说盛家那丫头把神女阁下带出宫的吗？说不定神女就是为了刺激您，故意让盛家丫头配合她演上这么一出戏的。您这么优秀，又年纪轻轻登上大统，天底下有数不清的女子愿意嫁给您，神女阁下说不定也只是为了表现独特，故意装作离宫出走，要的就是勾住您的心。希望一切如你所说。妍妍，你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快点回来吧。梁妍，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别走！要是想要皇后的位置，就算是朕的命我都给你。江公主不配做皇后，只有你配得与朕一生一世一双人。一旦这次放任她回到自己的世界，她很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也不会与我产生联系了。梁妍，梁妍，你要是再往前走一步，我就让侍卫放箭了。就算是你死了，也要死在这个世界。顾队，我受不了了，我要亲手给这个普星男一个教训。齐教授同意了，只要李照死不了就行，别打关键部位。爷，你没事吧？梁丫头，受伤了没有？还挺精神的，看来没受伤。在你开枪之后，李照居然打算鱼死网破，下令朝你放出了冷箭。现在虫洞已彻底消失，失去了连通两界的能力。绝地三尺，哇！把他给我找出来！陛下，这已经是第7日。我说，绝地三尺。备注江皇后即日出宫，立神女衣冠冢，不日举行婚礼。活人争不过一个看不见的人。吉时已到，朕与神女、皇后成亲。悬赏天下能人异士，凡通长生之法，跨越时空之仙术者，赏万金，封列侯。老朽真的不会什么长生之术啊！听说了吗？皇帝疯了，为了一个女子废后立衣冠冢，大婚，下令举国寻找能人异士，想要寻找长生之法以及跨越时空的仙术。有人说那不是女子，是天上来的神女，神女回了天，带走了皇帝的生魂。咱们这位陛下啊，大约是求仙求成了。将军，京城来消息了。传令下去，全军开拔，往北再推300里，大江国的领土1寸也不能丢。将军，不回京？回京做什么？那里已经是疯子的天下了。况且当初大小姐违抗圣命，带神女出宫，惹得陛下震怒。得亏老夫跑得快，我们老盛家就在这里守着国土，离京城越远越安全。走，上阵。神女留下了一句话：与其求神，不如求己。她教我们种心的道种，教我们治伤的药方，教我们读书识字、兴不学堂，发明创造，这些东西不是仙术，
但比仙术更有用。那神女还会回来吗？神女永远都在。是吧？非常好，动眼见希望那个世界能提早燃起科技革命的火种，摆脱落后与愚昧。妍妍，你真的没有喜欢过李昭吗？你说呢？即使是一个陌生人，平白相处了3年也有感情。你为李昭考虑过这么多，总有一刻把他当成过朋友。那倒是没错，不过我是个成年人，知道人心易变。即使一个人当初为你承诺的好好的，也可能随时反悔。唯一依靠并且给自己留后路的，只有自己。我可不是违诺言的负心汉。不过现在说这些也只算空头支票，我会用以后的行动来证明。齐老教授的研究进度怎么样？还算不错，理论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论文发出去之后，各国相关领域的专家正领着一群训研生复印结论呢，要不多久就有结果了。这一次的科技跃圈，我们夏国将会走在引领世界潮流的前列。那是当然，未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可是星辰与大海。